Hello， 大家好。由于利率上升，负担能力恶化，导致买家远离市场。10月份几大城市的房屋销量都继续暴跌。多伦多地区10月份的房屋销量与去年同比暴跌了 49.1%， 所有房屋类型的平均售价为108万9428家元，与去年同比下跌了 5.7%， 平均售价已经下跌到去年8月份的水平。其中独立屋的平均价格跌幅最大，与去年同比下跌了 11%， 至137万2438家元。半独立屋的平均价格与去年同比下跌了 6.2%， 至107万9393家元。联排别墅的平均价格与去年同比下跌了 3.9%， 至91万9903家元。由于人们都纷纷转向了价格更低的公寓市场，公寓的价格下跌速度相对慢一些，平均价格与去年同比上涨了 1.8%， 至71万6515家元。不过公寓的销量也在迅速下降，今年第三季度大多伦多地区的公寓销量与去年同比下降了 46%。10月份蒙特利尔的房屋销量为2770套，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了 35%。用房产经济协会的话来说，就是要回到2014年才能看到销售水平如此之低。蒙特利尔岛的销量下降了 43%， 蒙特利尔南岸的销量下降了 32%， 拉瓦和北岸的销量分别下降了 29% 和 26%， 单户住宅销量下降了 32%， 普莱克斯和公寓的销量分别下降了 42% 和 38%。10月份的挂牌量与去年同比暴增了 50%， 环比增长了 7%。蒙特利尔是加拿大挂牌房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单户住宅的中位数价格为51万加元，同比下降了 1%。 普莱克斯的中位价格为70万加元，同比下降了 1.4%。 公寓的价格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大温哥华地区10月份的房屋销量为1903套，与去年同比暴跌了 45.5%， 环比略有增加。上个月的销售量比10月份的10年平均水平还要低 33.3%。 10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综合基准价格为114万8900加元，与去年同比上涨了 2.1%， 环比下降了 0.6%， 过去6个月下跌了 9.2%。 随着销售量保持在历史低点，活跃挂牌房源数量继续上升。目前在大温地区挂牌出售的房屋数量为9852套，同比增长了 22.6%。 卡尔加里10月份的房屋销量同比下降 15%， 至1857套，基准价格比9月份的52万7400加元下跌了 0.6%， 至52万3900加元，但仍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近 10%。 这样看来，卡尔加里是几大城市房价最坚挺的。不过相比5月份的高点，价格已经下跌了 4%。 10月份的房屋平均售价与去年同比小幅上涨 5%， 至50万9576加元。渥太华10月份的房屋销量为987套，同比暴跌 41%。 10月份有2047套房源，同比增长 4%。 10月份公寓类房产平均售价为44万5691加元，同比上涨了 9%。其他住宅类房产的平均售价为67万7873加元，同比下跌 5%。 12月份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都会再次加息。从今天发布的就业数据来看，加息幅度可能不会太小，因为数据显示就业增长超出预期，工资增长依然强劲。美国10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6万1000人，失业率升至 3.7%， 平均时薪环比上涨了 0.4%， 同比上涨 4.7%。 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12月加息75个基点的押注一度升至 64.5%。 加拿大劳动市场在10月份意外增加了10万8000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稳定在 5.2%， 平均时薪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5.6%。上个月加拿大央行加息之后，最优惠利率就已经上升到 5.95%， 房屋净值抵押贷款利率也达到了 6.45%。 由于上个月加拿大央行加息幅度小于预期，他们可能不得不在12月份的加息中弥补不足。加息推高了抵押贷款压力测试标准，越来越多的买家被挤出了房产市场。即使是有资格获得抵押贷款的人，他们的贷款规模也在不断缩水。
据统计，有40%的抵押贷款持有者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之前续约。未来，很多被低利率吸引的买家根本负担不起6%到7%的贷款利率。再过1个多月，海外买家禁令就会正式生效。一旦海外买家禁令生效，房产市场会发生明显变化，公寓市场将首当其冲。加拿大全国从2016年至今建造的公寓，海外身份的购房者占到了10%左右。BC 省新建公寓的海外买家更是高达13.4%。此外，杠杆率最高的细分市场楼花市场也将面临重大风险。在利率如此高的环境下，大量购买楼花的投资者根本就没有经济能力获得抵押贷款，他们购买的目的只是为了在交房之前转卖。随着需求减少，销量和价格将会持续下降。此外，房产投资者在安省和 BC 省拥有高达30%的房屋，他们每月从租户那里获得的租金虽然有所上涨，但是根本不足以覆盖新增的抵押贷款成本。而且现在租户欠租的情况非常普遍，在多伦多如果要告租户欠租，可能要排队7-8个月的时间，所以很多出租人现在是苦不堪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多伦多等地区近期挂牌房源数量较少的原因是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暗盘交易。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禁止房产经纪暗盘交易的政策将于明年1月1日起生效。一旦这一政策生效，房产市场将会有显著变化。彭博每周民意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过去1年中恶化了，这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只有13%的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另外，加拿大人对经济的前景极为悲观，64%的人表示他们预计未来6个月经济会恶化，只有9%的人表示经济会有所改善。40%的加拿大人预计未来6个月房价会下跌。牛津经济研究院调查的18个发达国家中，9个国家的房价正在下跌。今年加拿大的总体房价降幅已经超过14%。与此同时，加拿大人的债务水平又是世界最高的。加拿大的平均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率达到了186%，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加拿大人会因利率上升更快地受到打击。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固定利率房屋贷款是常态，但是在加拿大，近2年1半的抵押贷款都是浮动利率的。现在他们的抵押贷款成本已经大幅度上升，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失业潮，以加拿大目前的经济基本面，也根本支撑不了当前的房价，更何况还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因此，加拿大在全球住房危机中面临的风险最大。最近又有很多媒体在炒作加拿大会增加移民数量。多年以来，加拿大房产市场卖的不是房子，而是源源不断接盘侠的概念。现在接盘侠连自己的房子都无法出手套现，又怎么能来加拿大接盘呢？比如最近就有很多媒体报道加拿大房价太高，很多新移民准备离开。尤其是在安省、BC 省这样的房产市场，最大的买家群体不是新移民，而是投机者。而投机者都是买涨不买跌，他们往往在房产市场最火爆的时候才会往里冲。比如去年第2季度，拥有3笔或者3笔以上抵押贷款的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7.7%，达到疫情前的2倍以上。而且越来越多的投机者在使用房屋净值信贷额度来支付下一套房产的首付。去年第2季度，新的房屋净值信贷交易比上一年同期暴增了57%。投机者是对利率最敏感的群体。今年3月份利率开始快速上升的时候，投机者的房产需求也随着加息快速下降。对于投机者来说，利率上涨会快速侵蚀他们的现金流。当这些投资者面临现金短缺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抛售自己的房产。因此，抛售潮即将到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